和一个面团，用几种简单的小工具，在家做出10种手工意大利面。大家好，我是蕾蕾，今天我们来做这10种常见形状的意大利面。视频里还会介绍一款意大利饺子的馅。最后用简单美味的酱汁煮一盘意大利小方饺。那我们马上就开始做。首先来和一个鸡蛋面团，需要用到鸡蛋、面粉、橄榄油和盐。碗里打入6个鸡蛋，然后用手轻轻地把蛋黄和蛋白分开。在这6个蛋黄里再打入2个整蛋，在蛋液里加入一些盐、初榨橄榄油，把蛋液搅打均匀。把准备好的中筋面粉倒在桌面上，用手在面粉中间留出位置，倒入全部蛋液，然后用一把叉子慢慢地将周边的面粉和中间的蛋液混合，直到中间的面糊没有流动性了，就可以开始用手来揉面。把周边的干粉全都揉到面团里，大概需要7到8分钟时间揉成一个较光滑的面团。用手按一个坑，面团能够立即回弹。然后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冰箱冷藏1小时，让面筋松弛下来。1小时之后，面团变得软一些了，更容易擀开。把它均匀地分成8等分，其余的还是用保鲜膜包起来。取其中的1份，我们先来做贝壳粉。把面团分切成条状，桌面撒少许干面粉，用手搓成约 1.5 厘米直径的长条，再切成约 1.5 厘米宽的小剂子。需要用到这样一个做意面的小工具。用拇指按下小剂子，在条纹板上滚出背部的轮廓，同时内部也形成了一个凹槽，有点像贝壳的形状。这些表面的凹凸形状能够让意面裹上更多的酱汁。如果没有这个小工具，也可以用家里做寿司的竹帘代替，纹路稍微粗一点，但是效果也不错。第2种是螺旋通心粉。第一步和贝壳粉一样，把面团切成条状，搓成更细一点的长条状，直径大约4到5毫米左右，再分切成7到8厘米长。再用一根竹签和小面团形成45度角，从一头卷起，一边卷一边轻轻地按压，螺纹通心粉就做好了。第3种是细通心粉，和前面1种一样，搓成条状，直径稍微粗一些，约7到8毫米。用竹签从面条的中间往下按，带着竹签将面条滚一下，就形成了一个深槽。接下来我们来做宽扁面和细面。和前面几种不同，这里要把面团擀成薄面皮，先撒一些干粉，稍微按薄擀开，然后把两边往中间折，转过90度继续擀。这样反复折叠几次之后，长边会变得比较平直。再撒上少许干面粉，把面皮卷在擀面杖上，继续把面皮擀长擀薄。面煮熟后会膨胀，面条会变得厚一些，但是太薄又会没有嚼劲。把手放在面皮下面，能够隐约看到下面的手指，
这样的厚度就比较合适。把面片的两端往中线折叠，先切掉一些边缘不平整的地方，再切成约1厘米左右宽的面条。这个面团我一半切的是宽面，另一半切成2毫米左右宽的细面。把它们分开，提起来抖抖松，盘起来，在室温下晾干1-2天，再用保鲜袋包起来，放冰箱冷藏，可以保存更长时间。再来做这个好看的领结粉，也叫蝴蝶粉。第一步和前面一样，把面团擀成薄面片，切去边缘，形成较规则的长方形，再分切成4厘米长、2.5厘米宽的小面片，短边切成波浪状。取一个小面片，先从中线往下折，再从两边往上折，中间捏紧。再看一下，尽量折得对称，好看的蝴蝶结意粉就做好了。接下来是斜管通心粉和直管通心粉，和蝴蝶粉一样擀成长方形面皮，分别切成4厘米的方块和4乘6厘米的长方形。这里又要用到刚才的压面小工具和一个木勺柄。从对角线把面皮卷起来，一边卷一边压，滚出纹路。卷直管的时候，可以用比较粗一点的木勺柄，也是边压边卷，卷出来的通心粉都能很好的保持空心的形状。接下来是包馅的意大利小方饺，这里需要提前准备一个馅料。乳清奶酪需要提前1天滤掉水分，把奶酪倒在筛网里，就这样放在冰箱里过夜。第2天拿出来，看到确实出了不少水。菠菜洗净后焯水沥干，稍微放凉一下切碎，再挤掉一些多余的水分。现在把馅料混合一下，乳清奶酪和菠菜，再加1杯帕米森奶酪碎，少许盐调味，再加一些豆蔻粉，增加一些独特的香味。把它们全都拌均匀以后，盖上保鲜膜，放在冰箱里冷藏待用。这个面皮需要比之前擀的更薄。测试的方法是在桌子边缘吹一下，如果面皮能像这样飘起来，就擀好了。取一小勺馅放在面皮上，馅的周围涂上一些水，把面皮的另一半折过去盖上，用手掌的侧面按压馅料的周围，排出里面多余的空气，帮助面片更好的粘合。切去多余的面皮，裁出规整的小方饺形状。再来做这个元宝形的意式饺子，面团擀薄后裁出8厘米左右的圆形，放入馅料，边缘涂上一些水，像包馄饨一样包起来，捏紧。擀了那么多面，是不是觉得有点饿了？
下面我们来煮小方饺，配上一个简单又好吃的酱汁。锅里水烧开之后，撒入1大勺盐，把饺子放进去煮。煮到饺子浮上水面之后，再煮30秒就可以捞起来。在这个同时，在旁边的锅里放黄油融化，加入几片鼠尾草，炒出一些香味，倒入1大勺煮饺子的水，再撒入帕米森奶酪。等奶酪微微融化后，把煮好的饺子放进锅里，把锅里的汤汁淋在饺子上，让饺子尽量包裹更多的汤汁。装盘，现在就可以吃了。新鲜手工制作，有嚼劲的面皮，配上鲜美的菠菜奶酪馅，一盘完美的意大利小方饺。如果您也喜欢今天手工意面的视频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